印度总理莫迪8号抵达莫斯科，开启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这是他连任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迪首次访俄。美西方对莫迪访俄高度关注，称这是普京的外交胜利。印度在俄乌问题上保持中立，拒绝追随北约。那么，莫迪此次赴莫斯科见普京，释放出什么信号？美西方舆论议论纷纷，印度还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准盟友吗？来看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莫迪在起飞前表示，他迫不及待地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并称普京为朋友。他还指出，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特殊和优先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进展，包括在能源、安全等领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俄印双边关系水平、两国经贸合作规模以及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印度总理莫迪此次访俄日程将会非常丰富，俄方期待此次重要访问，这对俄印关系意义重大。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对普京来说很重要，因为这对外释放了西方未能成功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信号。据悉，莫迪2天的访俄行程十分紧凑，8号晚抵达莫斯科后，将出席与普京的私人晚宴，再进行1对1非正式交流。9号，除了大小范围会谈， 讨论俄印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外，莫迪还将会见在莫斯科的印度人社团代表，向克里姆林宫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并参观莫斯科展览中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展馆。据悉，俄印双方不会发表媒体声明。据俄新社的报道，莫迪是应普京邀请来访。印度总理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19年9月。 莫迪当时参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对俄罗斯来说，首先一个是跟印度的合作，跟印度的相互的交往，能够减少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孤立。第二个呢，应该说就是从整个那个地缘政治角度来说，那个俄罗斯呢希望跟中国、跟印度这2个最重要的国家呢都保持友好。外界注意到， 莫迪连任第3任期后打破惯例，首次外访选择俄罗斯，而不是不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等邻国。他在上次选举获胜后，曾选择访问这几个国家。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于莫斯科关系的高度重视。 This time he decided to go to Russia first. You know, India is on the world geopolitical table, and India will call the shots, and that's a very clear and simple message of Prime Minister Modi as he takes this visit to Russia. 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外交秘书维奈克瓦特拉5号透露，俄印双方这次将讨论贸易失衡问题。过去几年， 由于印度趁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大举购入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一度暴增20多倍，每天超过200万桶。这导致仅上一财年度，印度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就高达571.8亿美元。根据信用评级机构 ICRA 4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过去的23个月里，印度通过这些交易节约了石油进口经费约130亿美元，为印度经济注入了动力。实际上， 这些俄罗斯石油除了印度自己用，还被印度企业精炼后出口到欧洲市场赚取利润，这导致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据悉，莫迪这次将要求俄罗斯增加进口印度的农产品、技术、药品和服务等。对于莫迪此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印度的合作频道 CNN News 18进行了大量报道。I think defense, energy, and connectivity. These are the 3 core points. We have been buying a lot of energy, and our energy needs have been met by Russia, and we have to thank Russia for that. Russia also needs Bharat as much as we need them, because they are fac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hey need a strong, strategic, able partner who can also keep put forth, Russia's point of view to the world, which is slowly being driven by a very, very Western narrative, at exercising our strategic autonomy as a nation which looks at its own needs and makes friends all around based on what will help us as a nation prosper rather than fall prey to narratives or interests of other hegemonistic entities. 印度现在有个大国梦，一般人都觉得世界上呢是4大力量中心中美俄欧印度觉得不，还有印度是世界力量中心之一
印度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呢在这方面呢，在大国当中呢，可能是最支持印度的一个国家。据悉，此次莫迪访俄期间，双方还将讨论贸易结算的问题。由于俄罗斯被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排除在外，给双方贸易带来了困扰。此前，印度和俄罗斯就在支付货币上起了争执。印度希望以印度卢比支付，但印度卢比在国际上不是完全可以兑换的货币，因此很难在全球贸易中使用。有高级官员曾透露，俄罗斯企业在印度的账户上积累了价值多达80亿美元的印度卢比，却无法使用。俄罗斯方面则希望以人民币等货币付款，但遭到了印度方面的抵触，认为阻挠了印度卢比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印度炼油厂也一直尝试使用阿联酋的迪拉姆来进行结算。然而，俄罗斯原油的一些供应商并不满意，因为这要求他们在迪拜进行交易，这将导致对资金的更多审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的报道指出，此次俄印峰会将就俄印两国的结算系统互通进行讨论。The payment system when it comes to the rupee-ruble trade, and as you know, 60% of the trade is in rupee and ruble, so that will be something to watch out for as well.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武器的供应，但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拉拢下，莫迪政府倒向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军火，挤压了俄罗斯军火商的市场份额。目前，印度国防进口大约1/3来自莫斯科，低于5年前的2/3。消息人士透露，此次莫迪访俄，双方将讨论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能合作等。观察指出，虽然军火份额部分让给美国，但印度在政治层面多次对俄罗斯予以支持。例如，2年多来，在联合国安理会反对俄罗斯的决议草案表决中，印度多次投了弃权票，并避免就俄乌冲突批评俄罗斯。这也导致美西方多次强烈批评印度不合群。但西方媒体承认，美国对印度的平衡外交也没有其他办法。彭博新闻社认为，在莫斯科与印度总理的会谈是普京的外交胜利。法新社称，美国一直寻求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寻求主导地位，并一直容忍新德里与莫斯科的传统关系。在被问及这些关系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上月底发言说，华盛顿已经对新德里提出了对印俄关系的担忧，但美方对印度有信心，并希望扩大与这个南亚大国的关系。英国《卫报》报道则直言，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伙伴关系变得令人担忧，印度与美国日益密切的关系也考验印俄关系。观察认为，美西方向印度施压，要求其同俄保持距离，这迫使印度在发展对俄关系时面临顾虑。法新社的报道就称，预计莫迪此访，双方不太可能达成突破性协议。对于美西方的关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他们很嫉妒，密切关注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弄错，此访确实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北约峰会将于9号至11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莫迪访俄正值该峰会召开前夕。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此访引发了外界对印度将释放何种信号的猜疑。在北约加大队伍军援的同时，莫迪此访或具有不同意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各界普遍担忧新德里离西方太近，离莫斯科太远。莫迪此访可能有助于消除这一担忧。This visit will, in that sense, help allay fears that we are moving away from Russia or there's some kind of dilu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So the one-to-one interaction between Mr. Modi and Mr. Putin will allow Mr. Modi to get a more granula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with Ukraine, where Russia is, what are Russia's plans or assessments of how the war is likely to go on. 有观察指出，印度正在努力同时加强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以保持战略自主和能源安全。但如何保持此种关系的平衡，可能仍然是印度面临的考验。因为俄罗斯对印度参加那个美日印澳4国安全机制，搞印太战略，把俄罗斯当然更把中国排除在外，俄罗斯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呢，俄罗斯还是觉得印度呢，因为毕竟是一个
独立的外交国家。印度的外交相对来说还是独立的，没有导向刚才说的那个4个力量中心的任何一个力量中心。所以呢，双方现在都在拉这个